先再次谢谢大家今天一早上来参加这个场次的主题单元。昨天呢，我们的几个场次谈的大部分是独立艺术空间的这个独立跟自主的概念是什么，然后怎么操作。那今天呢的这个主题单元，我们把焦点放回到去促成这些独立艺术空间的人，也就是社群的身上。那我们这一场叫做集结的辩证，独立艺术空间的社群生成与场域重构。那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3位不同的讲者来为我们分享。那我们第一位讲者呢是王品华老师。当然，我想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品华老师是一个资深的艺术史研究者。那他同时也是彰化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曾经参与过的策展有板桥火车站的台北县国际科技艺术展、发光的城市。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当空间成为事件，台湾1980年代现代性部署，还有造影当代虚拟叙事。那在2023年到2027年的时候，是彰化师范大学 USR 生态艺术计划的主持人。那请我们掌声欢迎王品华老师上台，谢谢。非常感谢亚洲文献库王老师、怡君的邀请，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探讨90年代成立的阿普画廊，它作为一个合作画廊跟独立艺术空间，它的历史如何对于我们今天所想要讨论的场域实践，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那我今天的这个研究呢，也是透过亚洲艺术文献库所收集到的资料跟访谈来进行的。那时间比较短，我就很快的来进行。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会用布尔迪厄他的场域概念。他特别的强调，场域其实是从社会空间中生成，而场域呢，其实透过他对于文学场域的一个研究，认为艺术的场域其实跟权力场域之间是有着复杂的角力跟依赖的关系。那唯有达到高度的自主性跟文学的一个艺术的场域，它才会展现出独立于外部的政治跟经济力量之间的独立性。我想这个是昨天的论坛有讨论到的课题。那场域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实践而成。那它是一种动力性、生成性跟网络性的一种运作方式，所以它是一种动态实践的场域理论。那阿普在1990年成立于高雄南阿普，然后1992年北阿普成立。它整个的历史是从1990到1995，这是一群思索着绘画当代性的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一个展览空间。他们创造了一个介入90年代整体艺术生态环境的一个机会。那他们也创造对于当代艺术的想象。那直到今天，他们所开展出来的当代艺术的这个想象呢，仍旧给我们许多的启发。那透过回访当年的历史，我们从亚洲艺术文献库所收集到的文献跟访谈，我们得知，过去有一些理论者的误认，他们曾经认为，在1986年成立的2个画会 SOCA 跟南台湾新风格画会，后来蜕变为一通公园跟阿普画廊。那但是呢，我们想透过这样的误认，更可以理解到，阿普画廊是在关系网络中形成的。因为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南阿普画廊的7位成员跟南台湾新风格画会，他们是更早一点成立的，1986年，是有4位参与者其实是重叠的。那南台湾新风格画会跟南阿普呢，他们同时都为南台湾来发声。那南阿普画廊的前身
他是80年代的时候曾经是西班牙访台的艺术家叶竹胜老师的画室，也是当时汇聚了非常多年轻艺术家在讨论什么是现代艺术的地方。那艺术家梁润红等他们成立了前卫艺术推展中心，以及1987年艺术家洪根深他组织高雄现代画学会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延展的。那对于这几个画会都非常重要的叶竹胜老师，事实上同时参与了这些画会的成立，只是他后来到北部任教。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80年代以南台湾为立基的南台湾新风格画会跟高雄现代画学会，其实都是南阿普成立的关系网络。那这3个团体事实上他们都强调在地性跟地方观点，这个在90年代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南北对话的一个台湾艺术生态的一个架构。那他们的成员不仅彼此是重叠的，而且也彼此结盟。那阿普画廊是以什么样的理念在运作呢？首先，他们成立画廊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实际的展出需求，同时是想要改变当时的艺术环境，所以他们透过至少成立3年这样的一个理想，想要让艺术生态认识他们，产生影响力来改变艺术环境，所以他们预估了3年不卖作品这样的方式。那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讲，这样的一个营运成本其实是非常高昂的，所以曾经几乎是要开不成这个画廊。可是在第5次会议的时候，他们决议要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成立。那他们定位为艺术家所成立的合作画廊，它具有替代空间的性质，可是又不太一样。一通公园就是以替代空间自诩，也是由艺术家成立，不包含商业的运作机制，然后以自由方式提供艺术家展出。那阿普成立这样的一个展览空间，其实他们的目标是为了要颠覆体制，特别是针对在90年代有不同的想法，想要寻求创新的艺术家，在当时是非常苦闷跟缺乏关注。他们想要颠覆这样的环境，他们要让当时还非常陌生的当代艺术介入艺术市场。那他们订定了一个展出作品的机制，就是他们希望展出30岁以上，因为他们认为艺术家必须经过现实的洗礼。那他们透过召开他们的评审小组会议，排除掉艺术家跟画廊成员的亲疏远近的这种个人关系，完全用作品本身来决定是否通过。那成员之间可以互相的沟通跟说服，可是要全部的成员赞成才能够通过提案。那他们检视展览提案是否是运用什么样的一个艺术的原则呢？这是据许之贵的说法，就是具有当代性的作品；而据经理陈茂田木残他的说法是，作品不是守旧的，而是透过长期思考，带有实验性、思想上的新的蜕变。因此，他们是透过实际的这样的展览的内容，他们要表达一种比较含蓄的抗议。那在90年代初开始思考当代性这个课题，其实它对应的是80年代的台湾，是同时受到西方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影响的时刻。那在90年初朝向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他们在思考的这个当代性的课题，事实上又基于他们非常重视台湾的地缘文化跟在地性的这个观点，它等于是在追问什么是我们的现代性，我们的当代性，对不起。然后这个当代性的这个课题，其实到今天它都还在我们的思维中。那在这样的方向之下，南阿普它开始有作品的收入，所以在92年成立北阿普。北阿普以阿普艺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登记，他们聘请专业的管理人，然后邀请藏家投资担任股东，以不迎合市场主流口味的方式开发当代艺术市场。
那因为这样的一种营运制度，事实上他们南北阿普都有收入。可惜的是，在95年资金短缺跟北阿普的股东经营理念分歧这样的因素之下，南北阿普同步的结束营运。那我们从今天亚洲文献库所收集到的1900件的文献来看，其中有600多件都是艺术家早期的创作的资料，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台湾现当代艺术史非常重要的史料。而大量的简报呈现着当时的媒体报道，还有艺术评论、艺术趋势，可以让我们发现，画廊的经营者其实他们是非常关注着台湾整体艺术生态的发展，而不是只是这个作品买卖的问题。但是他们透过美学策略跟市场推动经济的推动的这个策略，他们让阿普画廊成为一个既继承了80年代，因为80年代同时被当时的这个台湾环境称为美术馆时代、画会时代跟画廊时代，也就是这3个部分在80年代的崛起跟蓬勃的发展，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现当代的艺术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阿普画廊在90年代成立的时候，对于80年代是既继承又是划分界限，因为以他们作为合作画廊跟独立艺术空间的这种属性，刚好就是跟80年代的画廊空间做一种切割，跟一种新的空间生产。而阿普画廊，它透过他们的美学策略，既自由又开放的，透过论辩，关注着作品的当代性，他们也建立出他们的艺术口碑。因此，在当时常常听到人家提起北一通、南阿普，事实上就是因为这2个独立艺术空间，他们的美学向度是有一种南北对话的意味。那就在他们积极拓展当代艺术市场的这个出发点，脱离了这个80年代的这个画廊主流的市场，他们挑战着未知的当代艺术市场。那我曾经在2012年在高美馆办了一个80年代的一个研究展。那透过这个研究展，事实上我们发现台湾这样的一个后殖民社会在我们的历史中所潜藏的多元现代性，在80年代透过艺术家参与社会的这个蓬勃的艺术运动跟社会运动的共振，让我们看到80年代成为一个台湾新的公共空间生产的时刻。那80年代也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空间政治意识崛起、建构空间生产的一个时代。那90年代呢，它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重新思考艺术体制。阿普画廊它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不同于当时市场主流的艺术体制，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同时，阿普画廊在画会的这个关系网络中所形成的这个关系场域，也是这样的一个场域实践的成果。那布尔迪厄在讨论场的时候，他曾经提到场具有3个生成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主的获得，这是场出现的关键阶段。第2个阶段是双重结构的出现，第3个结构是象征财富的市场。他提到，如果一位艺术家在场的结构中向政治跟经济媒体屈服，他丧失了自主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的老化。而阿普画廊他们借着艺术的自由性跟自主性判断，非常透过他们独特的美学场域的这样的一个建构，他们完成了第一阶段场的生成。那我们透过大量文献中的关于当时艺术生态的这些简报，我们理解他们其实是在一种做中学的认识论的基础上，以且战且走的战斗策略，想要颠覆当时环境对于新的艺术不友善的一种环境的限制。然后而他们的这个场域实践就透过他们自我命名已经达成。那第2个阶段就是
在追求艺术理想跟社会经济支持的这种双重矛盾里面，他们在当时的艺术受限的这个苦闷年代，他们成立的这个画廊，就是为了要挑战当时的这个环境、艺术环境的美学观点。那3年不卖作品，他们也要进入艺术市场，这无疑是跟80年代的市场主流进行一种对决。那这种对决中的斗争，其实不仅仅是阿普画廊他们所辛苦奋斗的，同时是整个艺术生态跟整个追求经济的大主流社会之间的一种动态角力。因此，长达5年的时间，他们自己定游戏规则的合作画廊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无论他们在整体象征财富的这个经济市场里面，他们是被评定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可是很重要的是，他们未曾失去自主性，在他们始终如一的美学策略中，完成了他们成立阿普画廊的初衷。他们也用艺术家结盟为网络的方式，创造了当代艺术展出空间跟社会的影响力，成为90年代独立艺术空间独一无二的案例之一。那他们决定要结束阿普画廊的时刻，只是因为他们如愿以偿的完成了自己给自己的使命。以上，谢谢。谢谢品华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讲者，我们将邀请 Ringo Bunawan。Ringo 呢是菲律宾籍的艺术家、策展人和档案员。他曾经获得菲律宾文化中心的13位艺术家奖。他也曾经共同成立还有主持一个替代艺术空间，叫大空之星 Big Sky Mind， 然后也组织过非营利的组织金刚艺术专案 King Kong Art Projects Unlimited， 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艺术与文化书店 artbooks.ph， 然后他也曾经策划过许多展览，那包含回顾一个菲律宾重要艺术家的回顾展查贝特，然后还有2018年马尼拉市王城区首届马尼拉双年展，2018年的艾腾尼奥美术馆的70年代物件摄影文件等。那他其实也是亚洲艺术文献库的研究员，之前是亚洲艺术的研究员之一。现在他生活在伦敦，然后正在念他的博士学位。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期待 Ringo 的 presentation， 谢谢。Good morning. Okay, finally. Yes, so sorry for that slight delay. I'm going to sit down if you don't mind. So today I'm going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context of artist-run spaces in the Philippines, covering broadly two periods, the 1970s and the 1990s to the early 2000s. In this instance, I also use the term artist-run as a kind of method or a mode of operation which can happen in any kind of space or situation. So by positioning artist-run as a method, and rather than just a prescribed space, I shift the focus to the artist's role in creating critical spaces that enliven and transform the art ecology, providing artists with a platform to explore, experiment, and propose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doing art outside mainstream conventions and limitations. My presentation also draws from my lived experience as an artist and student of the late Filipino conceptual artist, curator, and teacher Roberto Chabet, who died in 2013. Since the 90s, I have worked with Chabet and ha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artist-run spaces and initiatives in Manila, including Big Sky Mind, which I will discuss later. I will also look into other spaces run by my contemporaries in the 90s,
including Surrounded by Water, Third Space, and other spaces in Manila which I have archived, including Shop 6, Cultural Center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College of Fine Arts. I aim to highlight the artist-run spaces as important sites for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ar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but most especially as sites for community building, providing spaces where artists can gather, talk,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develop bonds and friendships. I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al dynamics and shows how communities are particularly vital in places like the Philippines, where there is weak support for independent, non-commercial art practices and initiatives. So, this is Roberta Chebet in 1970. In 1970, Roberta Chebet, who was the founding museum director of the CCP, proposed a defin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via the first 13 artists exhibition, which he curated at the CCP. In his notes to the exhibition, he lauded the work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sts for their recentness, a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st, familiar modes of art making, a movement towards possibilities and discoveries. Here, the past that Chebet was referring to was the 13 Moderns, a group of Filipino artists led by Victorio Edades, Botong Francisco, and Galo Ocampo, who in the 1920s and 30s began to question the dominant academic style of painting, led by classicists Fernando Amarsolo and Guillermo Tolentino. Around 1937 or 1938, Edades, together with other modernists, opened the Atelier of Modern Art in Manila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n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advance modern art in the Philippines. Now, we don't have any images or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is. This is pre-war, but this is perhaps the earliest recorded example of an artist-run space in Manila. It'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rtist's impulse to self-organize and to create a space where they can gather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shared vision of art. Philippine modernism is well exemplified by the CCP itself. Inaugurated in 1969, it was the cornerstone of a grand cultural plan of the Marcos government and was heralded as Asia's Mecca for the arts. The Marcoses' patronage of the arts is widely known and continues up to this day, which is not good.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how artists like Chebet were able to break away from modernism within a modern state institution. From its opening in 1969 until 1986, when the Marcoses were ousted from the country by the first People Power Revolution, the CCP's departments and resident companies were all headed by artists, including Chebet and his successor Ray Albano for visual arts, Lucrecia Casilag for theater and music, and Alice Reyes for dance.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we can see the artist-run method at work within the institution itself. Collaborating with one another, they established CCP as the premier state venue for experimentation and crossover in the arts. Drawing from both Western modernism and Filipino values and materials, they produced a unique and hybrid Philippine avant-garde art. Undeniably, this was enabled by the state's machinery and resources and was part of the Marcoses' vision of a new society. Never before the Marcoses has art become such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 building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abet and his assistant, Ray Albano. This was an installation made out of different found objects and sound and light. Chabet was described as the leader of a new generation of anti-museum artists because they used unconventional materials which were perishable and hard to keep. While this is true, I must also clarify that most of Chabet's major installations in the 70s were in fact staged in the museum or at the CCP. Including hurdling, this is 1970. That's the one on the right. That's hurdles made out of different scrap metal. This is, by the way, one of the first exhibitions at the CCP in 1970. And this is Bakawan from 1974. This is a closed-door installation. And you can see you cannot enter the space, so you only see it from outside. And there's a grid of suspended Bakawan logs or mangrove wood. Now, at the time, there was no other venue in the country which can accommodate and mount large-scale installations. I also use the term staged here to emphasize ideas of production, performativity, and the one-night-only sensation that runs through all of Chabet's installations, which he began to develop during the 70s at the CCP. Now, Chabet resigned from the CCP in 1971, just before Ferdinand Marcos proclaimed martial law in the country. Ray Albano, Chabet's former assistant and collaborator, assumed the post at the CCP and institutionalized some of Chabet's initial programs, including the 13 artists, which under Albano evolved into an award. And it's still given today in recognition of the works of young Filipino contemporary artists. Now, outside the CCP, Chabet continued to advocate for recentness through other spaces. First is Shop 6, which was described by Chabet as his alternative to the CCP. Shop 6 began as a loose group of artists. They held their first exhibition at the Lahi Gallery Cafe in April 1974, which featured works made out of various trashy materials, including grease-stained book pages, twigs, bamboo poles, sanitary napkins, and an old refrigerator containing frosty Gerber bottles stuffed with photographs of Marcos, which scandalized the gallery owners so much that the exhibition was taken down soon after its opening. The group, however, found a sympathetic ally with the sisters Vida Balboa and Corito Calao, who offered them a temporary free room in the Sining Kamalig Arcade, a cluster of shops that they owned in Pasay City, not so far from the CCP, which became known as Shop 6. For a few months in 1974,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rtial law in the country, the group mounted weekly exhibitions of experimental works, constructions, situations, environments, and other exploratory projects, at times so unruly that they spilled out all over the arcade's parking lot. After they lost the space at Sining Kamalig, they continued to exhibit in parks and public spaces, and even secretly inserted their works in other artists' exhibitions. Shop 6 only lasted for a few years, but its legacy as an independent or alternative artist-run space remains.
Another important 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contemporary art was Chabet's classroom at the UP College of Fine Arts, where he taught for over 30 years, beginning in 1972. Once the base of the conservative group of Amorsolo, who was the college director from 1938 to 1952, UP became known as a hotspot for radicalism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70s. The college was transformed under the deanship of modernist painter Jose Hoya, who restructured the college, updated its curriculum, and invited other progressive artists like Chabet to join the faculty. Chabet's classroom, which was first located on the top floor of the UP Main Library in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ity, was called the Dirty Room. It's a space imbued with such a distinct aura that has undeniably left its mark on its students. As with his curatorial direction for the first 13 artist exhibition, Chabet did not impose a singular theme or style. Rather, he encouraged debate and dissension and instilled rigor, criticality, seriousness, as well as playfulness among his students, enabling them to fin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contemporary. Fast forward to the 90s. I first met Chabet in 1993 when I entered the UP College of Fine Arts. By that time, the college had moved to a different building on the edge of the campus, occupying what was previously the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habet held his classes in the Blue Door and Yellow Door, the new purpose-built studios allocated for third-year and fourth-year students. Unlike other professors in the college, Chabet's teaching went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the scope of the painting course at UP. We learned how to paint following his laborious grid method, but he also showed and encouraged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spaces for art by organizing installation and classes outdoors, in one of the old horse stables, or even in random waiting sheds out around the campus. We didn't use the term post-studio then, but we learned that art can be anything and anywhere. More than just painting, it's an expansive outlook and practice. Now, this was clear with Chabet, who had multiple roles. Apart from being an artist and a teacher, he was a prolific curator. And I remember in one of our conversations, he said, exhibition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education, not just within the campus, but out in the real world. Majority of the exhibitions that he curated featured works by his past and current students, the Chabet babies, as we were called. And for a young student in the 90s to exhibit with your teacher and the other established artists in a real gallery was both a privilege and a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It blurs many roles and boundaries between student and teacher, between student and established artist, between artist and curator. It also helped us develop the attitude and skills essential for self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t also helped us form artistic bonds and friendships that would extend even after we left the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draw in two traditional Filipino concepts which can help explain this particular way of being and working with others. First is kapwa, which means shared identity and interconnectedness, an inner self which is not separate from the other. This allows us to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roles within our communities, like being an artist, curator, or teacher. Second, we have the concept of bayanihan, which is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which sustains many independent collectives and projects, such as artist-run spaces. When we left UP in the 90s, in the late 90s, there were very few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continue with our art practice, apart from the annual group exhibitions curated by Chabet at the Art Center in SM Mega Mall. This is a photo of one of the ingress of the shows. Most of the galleries in the mall catered to a conservative audience, showing mainly the works of well-known artists. Now, given their small size and capacity, they also exhibited mostly small, commercially viable paintings. Large installations and other non-commercial works were rare and could only be accommodated at the Art Center or at the CCP. Now, arts funding was even rarer and practically non-existent in the Philippines post the Marcos regime.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 or the NCCA,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by the new Aquino government, which shifted the direction of state art policies. There was also a backlash against conceptual art and anything considered Western,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he Marcoses via the CCP, in favor of a more Filipino art. Now, as students of Chabet, this admittedly posed extra challenges, which we had to negotiate. But in retrospect, perhaps it also served as a motivation for us to open up our own spaces. Illustrating the concepts of kapwa and bayanihan, it was a way for us to collectively address our situation,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ourselves, and pursue our practice on our own terms with each other's support. In March 1998, Wire Tuazon and several of our batchmates at the UP opened Surrounded by Water in Angono. This is Wire's hometown, located just outside Metro Manila. Now, Angono was known as a base for artists, famous for petroglyphs and folk art. However, Surrounded by Water provided a sharp contrast. Located along the main highway, amid small roadside eateries and car repair shops, Surrounded showed a variety of works, including paintings, installations, and performances by their group and other young artists. It followed the artist-run gallery model, which is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Philippines. A number of the country's top galleries at the time were all owned and run by artists. Now, Surrounded was part of that trajectory, but without the capital and clout, plus the fact that it was so far from the city, it proved to be very challenging. And this is a reality that was shared by all of us who opened spaces in the 90s. Now, in January 1998, prior to opening Big Sky Mind, Katia Guerrero, my friend also from UP, and helped another friend, Yason Banal, to set up Third Space. It occupied an abandoned and run-down family home on 3rd Street in St. Ignatius Village. It's a gated middle-class community where Yason lived. Third Space was clearly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artist-run spectrum. Like Surrounded, it was realized with the same DIY spirit that is often romanticized and glorified, as if it was some kind of badge of honor. But back then, it was actually our only choice because we had no money. Unlike Surrounded, Third Space had no aspirations to be a gallery, no products to sell, no regular opening hours. But it did have an experimental queer program, showcasing mostly performance, video, and installation.
Now, in October 1999, we opened Big Sky Mind, a space which was somewhere in between, surrounded by water and third space. Together with Katya and another friend from UP, Riza Manalo, we rented a commercial space and converted it into a gallery cafe. So the ground floor was a cafe, the second floor was the exhibition space. This was another artist-run space model that it's very common in the Philippines, proving how much food plays a major role in Filipino social gatherings. You cannot do any meeting or whatsoever in Manila without having food involved. And at that time, we used to hang out a lot in other artist-run cafes, like Ami Mishano's Penguin Cafe in Malate, or Cafe by the Ruins, which was run by the Baguio artists. And at the time, Agnes Arellano's Pinaglabanan Galleries was already closed, but she still continued to host dinners and gatherings for artists in her home. Now, taking cue from these spaces, we established Big Sky Mind, not just a place for art and experimentation, but also as a place where artists can just meet, share food and drinks, and just hang out. Hanging out with no definite agenda except to spend time together was our method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generate ideas, and get things done. Katya, Riza, and I were all conceptual artists, so this naturally influenced our exhibitions. But a large part of our programming was informed by the people who hung out in our space. Big Sky Mind catered not just to visual artists, it was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participatory space. We had many friends who were filmmakers, musicians, and writers, whom we also invited to organize events. By encouraging crossover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fields, we widened the parameters of contemporary art, producing innovative works which probably would never have been shown in other galleries at the time. More importantly, by taking this approach, we also helped to build and nurture a community of artists, many of whom have become our lifelong friends. By 2003, Riza had left the country, and Katya and I eventually gave up the cafe. It was simply too tiring for us. And by the time I had my daughter, so I had to change my lifestyle. We turned our attention to converting an old warehouse building owned by Katya's family, which became known as the Big Sky Mind 18th Avenue Artist Compound. It was short-lived, but it was the first artist-initiated residency program in Manila, providing studio spaces to both local artists and visiting foreign artists. This shift reflected a need to address concerns of artists beyond exhibitions. It's not just about art, it's also about life. This is a poster of me and my daughter announcing the closing of Big Sky Mind in 2005. Now, in the last 20 years, contemporary art has become an established form of art in the Philippines. It's now common to see installations, videos, and performances in galleries, museums, and art fairs in the country. Artist-run spaces have come and gone, but they still continue to have a presence in the local art scene. Once operating in the margins, artist-run spaces are now recognized as v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By providing artists with a space to create and show works outside the conventions of tradi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 they have also redefined the role of art and the artist in relation to their immediate communities and the wider public.
Artist Run as a method has shown the different ways artists have claimed their space and asserted their agency. Relational dynamics is a key element in the context of artist-run spaces in the Philippines, whether institutional or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s enable and inform these initiatives, but they can also be strained and complex,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hilippines, where there are too few means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options for artist-run spaces to really operate independently. Now, as much as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art and art practices, there are also multiple ways artists have conceived and operated art spaces. There is a need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t local contexts and conditions that affect artist-run spaces, rather than formulate a singular model or a prescribed notion of what an artist-run space is supposed to be. Funding aside, which is still scarc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hallenge for today's generation of artist-run spaces is not just about sustainability, which was the most pressing issue back in the 90s. Today, given all the hype, popularity, and commod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I believe the task at hand is about finding meaning and purpose and building stronger solidarities so that we can all have real effective change within our communities and the art world. Thank you.非常谢谢 Ringo 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台的讲者是许佑伦，然后他是研究者、策划人，也是一个作家。他曾经任职在艺术家出版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还有财团法人文化台湾基金会等这些单位。他近年特别投入的是东南亚区域艺术社群的互动，关注机制与资源体系的建构与串联。现在呢，他则是在台中市立美术馆的展览组参与开馆的筹备。好，那我们就请佑伦开始分享，谢谢。谢谢 AAA 邀请我，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我演讲的主题是围绕在AAA 所协助数位化，然后以工作室主为工作室用在结束之后这几年做以档案学作为建构的一批档案这样子。那这批艺术档案，它的内容其实是跨度了从数美科系环境艺术行动前期在2009年的一些实践，然后到最晚到2023年这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持续后续的一些延续的行动。那这批档案其实非常的丰富，不过它其实作为主为工作室曾经参与的一个技术计划，其实在工作室从1995年创立到结束这26年的历程当中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那我今天主要会去聚焦的部分呢，会是在艺术行动是主要的时间是落在2011到12年。那在艺术行动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面，工作室它怎么样从一个早期在创立90年代创立初期一个前卫艺术发生的基地，然后转向一个面向更多的大众还有社群的一个这样子的平台的界面。主为工作室它成立在1995年，那如同昨天在很多场次里面很多讲者都已经分享过的替代空间的案例，它其实也是台湾在解严之后90年代一波独立艺术空间的一个就是之一。那工作室这个是1996年的照片。那工作室呢，它是位在台北淡水河口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这个基地是由一个鸡舍所改建的。
那创办人萧丽红老师呢，他是当年他承租了他夫家的一个产业，然后跟其他2位艺术家范江明道、陈正勋一同成立。那最初呢，这个工作室是作为3个人共用的陶艺工作室，这个也是早期的一个工作室的基地的状况。那在创办的初期呢，他从一个共同的陶艺工作室。之后也变成一个去容纳非常多的边缘的实验性的艺术运动或者是创作的，算是一个大台北边陲地区的一个秘密基地、秘密花园这样。那创办人萧烈宏老师引用他曾经所说过，说这个地方对于艺术家的创作实验有多开放或包容。他曾经说，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放火、淹水、挖地，别的地方不可以的，这个地方都可以。那这个是时间快转速到2019年。那工作室在最初的这样一个很实验基地的情况，到在往后20多年历程里面，它其实它的能量是已经超越了原初创立的时候，是一直不断的往外去扩延。那这个能量是超过这个基地本身的所在地，甚至所在的城市的区域，甚至台湾跟亚洲。那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去变动或者是网络扩张的一个能量体。那它也持续去回应着外部环境，然后去调整它的实践。从刚刚讲的前卫艺术的展演基地，逐步也去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艺术村。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行动的平台。那它也非常非常紧密的去贴合着台湾的艺文环境，还有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形塑，跟艺文生态系的演变，还有推动。我在参与竹围工作室的时间点是在工作室。生命周期比较后面的时间是2019年，那时候我加入这个地方是担任专案研究员，那时候研究工作是就针对工作室25周年的时候的这个时间节点去做一个回顾，但那时候脉络比较特殊的是，工作室其实是工作室那时候时间点呢，其实。还在思考，还没有决定要结束营运，他还是在思考着说，在下一个阶段，下一个25年，这个工作室还可以再进行什么样子的转型或者是扩张。所以他是在一个这样子思考着未来性的前提下去做的回顾。那当然在后续几年间，就是因为一些现实条件的变化，那工作室。决定结束营运，那这一部分也跟邵老师他的一些健康状况有关，这样子。那这个是工作室结束的那一年，2020年的基地的状况，然后最后开放左上是最后一次的那个接近最后的开放工作室，然后后面是。最后一次工作室接近结束营运的时候的状况。那我这一次等于时隔几年之后，再回头再去看工作室的相关的研究档案，大概除了 AAA 的这批素材之外，我也去延续了先前的研究里面去所做的一些。研究的年表建制，然后当然就是也很谢谢竹围工作室的现在的团队竹围创意，他们所提供的工作室在95年到23年之间的一些专案的清单。那我主要在看待的是数位美坑西环境艺术行动跟竹围工作室的关系，特别在行动结束之后。那这个艺术行动呢，主要发生在2011到12年。那它是由
吴玛丽老师跟竹围工作室所去合作策划的一个艺术行动。那它是以树梅坑溪这条溪流作为一个主题，然后以参与式的艺术作为方法，去跨越不同的社群、溪流的地景跟环境的关怀，还有社区地方的连接。那它透过很多不同的子计划去连接地方居民、学校、生态专业工作者，那当然还有艺术创作者。那这个计划呢，是被当作是一个台湾当代参与式的艺术或者是社会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那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在讨论这个计划它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还有在当代艺术史上面的一个位置。那我在这边就不再去详述这个内容。那为什么我要聚焦所谓竹围工作室的后树梅时代呢？特别是希望在聚焦2013年竹围工作室跟吴玛丽老师的树梅行动呢，去获得了一个台湾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奖项台新艺术奖。这个奖项之后的相关事件，一方面也在思考说，工作室在一个这么长期的一个20多年的一个实践里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思考说一个工作室一个空间的断代或者是逐步的转型是怎么样的发生？那这跟它的一些艺术实践又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我们可以去探索。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转向，它不会是以一个行动作为立即性的分水岭的这样子的划分，而是一个在行政制度或者是资源条件，跟它实践中心的转移的一个多重的交织的结果。那同时在工作室的轨迹上面，我们还是看到一个从它创立之初就贯穿到非常后期的一个空间的性格，包括前面所提到的对于边陲的包容性，然后或者是90年代开始就很积极投入的社群的动员的参与，或者是在文化治理上面一个参与的一个积极跟主动性。那不过台新奖获奖之后，同时他台新奖获奖之后的奖金呢，它其实也一部分的成为这个行动跟相关实践可以去延续的一个资源基础。然后这个奖项的相关象征效益呢，也替工作室的影响力的扩延，就是以及后续的一些国内外的实践呢。去提供了一个资源条件变化的基础。那当然，我们也没办法去忽略说，在2010年代的后期，国内外的一些艺文资源的艺文的领域的一些变化，包括例如像人类世这样子的艺术领域，在讨论人类世这样议题，透过双年展的机制里面。在台湾又得到了非常多的讨论跟论述，或者是台湾一波地方的艺术节，甚至对于地方创生这样子的一些实践的讨论，其实也是围绕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后树梅时代的这样一个环境背景里面。那但是这边我们要就是以后树梅来称呼，但是主要是出自于在工作室的部分的资料里面，以及跟工作室成员伙伴在互动的过程中，去明显感觉到说这个艺术行动对于工作室后续实践的一些影响。然后但是这边也要提醒的是说，树梅坑溪环境艺术行动它的它其实是以工作室的轨迹来看的话，但它是玛丽老师一个长期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艺术实践的一个部分。那对于工作室的轨迹来说，它其实也是累积自这个空间从创立初期一连串就以地景跟环境的关怀为主的一个策展或者是策划艺术行动的一个集大成。那这些时间包括1997年河流新亚洲艺术对话，02年城市与河流的交汇竹围环境艺术节，或者是从2007年开始的带有环境艺术教育的内涵在之中的山水之间的艺术游廊。那我们后续几页呢后面先分享一下这些照片。这个是97年河流新亚洲艺术台北对话的其中一个作品，是林汉鼎的作品。
然后02年环境艺术节，左边是吴玛丽老师的作品，右边是王德瑜的人形风筝的创作。然后这个是山水之间的艺术游廊，以环境为主，作为一个艺术教育的一个教案的规划跟实践。那后面几页呢，我会以后面几页呢，我会以树莓计划的几个再展演，作为回顾。那当然，其实树莓计划它在行动的期间就有很多就有几个不同的阶段性的展览，然后这之中包括11年的树莓可惜逗点展，跟12年的成果展。那当然也有包括在台新奖这样子的奖项的界面上做的奖项的展览的呈现。那这些阶段性的展览，特别是逗点展跟成果展，他们其实是作为计划某种成果性的产出之外呢，它其实也是重新被作为一个社区连结的一个界面。那在这个行动之后呢，树莓科技环境艺术这个计划的重新再展演，大致上会围绕几个不同的策展语境在进行。以下就是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包括在环境教育机制里面的展览，例如说13年我们由杨志富策划在科教馆进行的由和日志从树莓科技走来的特展。那在这边就把艺术行动去转译为一个可体验的环境教育的展示。那另外也有在美术史的架构下面再去做一个计划再呈现。其中有个例子就是2014年台湾美术双年展。那在这里面呢，树莓科技环境艺术行动是被列入为社会再现这样一个字体，作为一个去呈现台湾当代艺术里面去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分类。那第三个脉络呢，则是在国际的展览语境里面的一些社会实践的转移。那例如14到15年，玛丽老师她自己在香港跟台湾策划的与社会交往的艺术，然后15年吕佩老师策划的在曼彻斯特华人当代艺术中心的维新小革命，这是其中一个作品，或者是在同年底的雅加达双年展。那在这些场域之中，当然就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艺术行动的转译机制。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讨论说，这个展示方法跟行动逻辑之间所可能产生的一些张力。那过去也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在讨论这个面向。那这边但我这边特别想要提出的是，这些在展览，同时也跟主位工作室它常年在社群跟机制网络中的角色很密切相关。然后包括呢，他从2000年代起就很积极参与的一些艺术网络的交流、国际连结。然后在过程中，他其实也去逐步转化成一个具备文化转译或者是资源中介功能的行动节点。那同时，我们也从其他档案中去看到说，其实这些诸多跟非树莓行动以外的展览或是策划里面，其实也很多围绕着跟社会议题、城市文化、公民参与或者是人才的培力这些主题。然后它也常常在一个它的社群网络或行动逻辑，或者是它的议题的脉络里面去发生。然后同时，工作室又长期在发展的艺术进驻的计划跟它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在这个阶段发展出一个更加明确的艺术作为引领社会变革，或者是作为一个社会改变催化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实践的意识。那在后半部里面呢，我会去讨论到工作室的一个平台化的一个路径。那我这边跟在展览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去做对照呢，不是要指涉说单一展览事件，或者是跟组织转型之间的很直接的线性因果，而是想要去强调说，在这个时期这两个面向的高度交织。然后竹围工作室它在多元的展演时间里面，它所展现的一个议题转译，
跟在跨语境之间移动的能力，它其实也是空间在平台化历程当中它很关键的构成的条件。工作室在2013年之后去延续数媒科技环境艺术行动的时间脉络呢，它其实是逐渐从行动的发动者跟行动者转化成一个社群平台的角色。那这一方面去展现在跟主为社区的长期的交往关系，例如在2013年创刊，然后运作了长达3年的数媒科技软的报 Winnable Our Community Newspaper。那这个社区报的发行是直接与台新奖的奖金的挹注有关系。那这个是创刊号的一个版面，可能太细节看不清楚，但是大致上呢，我们如果去看刊物的内容，大概可以看出这个社区报它的内容围绕着流域的议题，然后社区的动态，社区的人物故事为主要，那辅以比例相对少的艺术的内容，可以说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工作室啊。那这个社区报的采编跟主要的内容，其实是由工作室的成员去执行。那我们可以看，是这个社区报是作为一个工作室去面向社区连接一个很重要的刊物的出版的界面。那这个是后来2017年副刊号，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媒行动之后，许多工作室与社区共同发起或者是协作的，跟围绕在河川治理或者是公民监督和流域的公民监督行动。那例如2014年开始组成的数媒科技守护联盟，后面这页是联盟的针对一个数媒科技溪流整治工程的一个共同声明。然后然后还有这个画面是2019年由工作室成员去主导跟发起的大河小溪全民齐督工，这个计划呢去引入了公民科技这样子的力量，然后尝试在台湾全台湾的一个溪流整治工程去建立一个监督的平台。那在这些实践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工作室在不同时间点去在营运上做的一些改变的尝试。那当然，工作室本来在不同的时间脉络就有过一些转型，或是实际上的运作体制的变化。那在这边是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到工作室空间上的一些转换。例如画面上这个是被称为原本被称为土鸡舍，作为一个实验展演的空间。那在2015年开始呢，它被改变成为主委的小客厅。那从中文的语境上的转换，大致上就可以感觉到说它性质的变化。那这个小客厅这个空间在主委工作室变成是一个里面搭配有吧台，就是有餐饮，然后可以有饮料提供，然后它兼具了环境艺术相关的图书资源，还有社区活动连结举办的场地。然后到了后面，工作室结束营运的前2年，它的实体空间更有部分去进入到台北的城中区域，然后它发展出跟新创或社创相关据点去连接这个尝试。例如19年进到大稻埕永乐市场布市楼上里面的一个基地，然后在这边做了一些跟织品有关的一些策划。然后或者是19年开始进到圆山市中心圆山的 CIT， 它是一个以新创为主的一个共同工作空间，然后一直到就是工作室结束营运。那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工作室它还是持续的去积极的连接一些国际网络，然后包括参与以绿色或是永续议题为主体的一些诸多的组织
国际的一些高峰会论坛，然后同时也去做一个资源中介的节点，去引入其他艺术工作者参与在相关计划当中，然后包括很多围绕在永续艺术、气候变迁、生态行动为核心的跨社群、跨领域的合作计划，或者是艺术进驻跟展演的实践。那这个是到工作室结束之前，他都不曾终止推动的面向。好，我要 ending 结尾了，我已经超时了。好，那今天简单快速的回顾，实际上其实竹围工作室它去实践的网络实在是太广袤而有机，所以其实很难在单一的一个研究里面去很完整的去描述它的轮廓。但我认为竹围工作室在最后10多年的时间里面去引领我们去思考一个独立艺术空间，它怎么样去在一个持续回应外部环境跟资源变迁的过程当中，去调节跟重新定义它自身的替代性，然后主动或者也被动的去发生一些改变。那当然，这可以带我们去带出更多关于替代空间它的批判性、前卫性，还有对于公共性的一些复杂讨论。但同时，我也认为呢，这个空间它其实最难以替代的其中一个特质，其实是它持续的去超越空间边界的一个横向连接的运动。那它是跨越地理、议题跟制度或机制的边界，同时它有着非常绵密的时间跨度跟网络的密度，同时它也持续的有弹性而灵活的处在一个跨界流动跟协作的一个变动的位置。那我的最后一个小结是想要回到一个讨论，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已经结束的空间的遗产，那跟我们怎么去想象一个空间的生命的周期。那我认为竹围工作室去提醒，或者是如同我们从昨天谈论到今天被提及的空间有关，是一个空间的生命周期。我认为它并不是关于一个机构的永恒，或者是行动的终结，而是也许我们更适合去把这个空间理解为一种可以被沉积转化或再书写的文化装置。那我也认为竹围工作室它留下的不只是一个独立空间的一段历史，可能更倾向是一种开放性或者是公共性实践的传递的一个动能。那这个动能是穿越制度语言或者是资源体系，它可以在他处去生成关系，被持续召唤再生产，那也构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行动的延续。谢谢，不好意思，超时，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佑伦，那也请先会座，因为我们要做一些 Q&A 的换场。好，再次谢谢各位讲者的分享，然后我想让大家放松一点，也让我放松一点。就其实我觉得做艺术空间的社群这个主题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首先通常我们要做社群的时候，你一定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嘛。在阅读大量资料完以后呢，你也不能只是单纯的去描述说谁跟谁在什么时候认识，谁跟谁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样子的关系。很多时候你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描述去叙述一种观点，去建构一种观点，或者是去挑战某一种旧的观点。然后这其实是需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跟深度的阅读，还有对那个时代脉络的理解，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然后我想要也再特别稍微提一下，刚刚有提到的，尤其是阿普画廊的档案，其实是我们2023年年底才上线的档案，它很新。那阿普其实是一个在这么多年以来，好像就是只听其声不见其人的一个存在。有这么研究很稀少，也是因为大部分的资料其实都放在当初的经理就是木产这个艺术家的家里面，所以是非常缺乏研究的。然后也很感谢品华老师做这么深度的阅读。那其实
幼伦的状况是更辛苦，是因为在 AAA 跟主维的合作里面，树莓坑溪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先做了数位化，但还没有能力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的，所以它是一个更不完整的档案的状态，然后让幼伦去在这些资料里面很艰辛的从实体资料里面去找到这些关联。然后甚至是品华老师在用这个博迪厄的场域的概念去解释，然后或者是幼伦去讲环境艺术行动跟他后来的这个展览的再制跟全球的对话，那甚至是像 Ringo 用这个艺术家营运 Artist Run 作为方法，而不是作为一种空间的模式去解释，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举，我自己是做不出来这样，然后也再次感谢3位讲者。那我想要，其实在刚好有提到的是，就是在 Ringo 跟品华老师的这个题的介绍。其实也包含了幼伦的介绍，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同的社群形态，它如何影响了空间的取向，又或者是说空间的取向，它如何影响了社群的形态。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蛮清楚的看到，这个所谓的社群的形态，它很容易的就会影响大家对于所谓的当代艺术的这个当代性到底是什么的概念。那当然，在阿普跟Ringo 刚刚介绍的案例里面，似乎在这2个地方都是有一种我们要抛弃传统、要颠覆传统的这个概念，这样。那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反而是跟这个社群跟当代性有关的，就是想问 Ringo 的是，比如说在刚刚你有提到2个概念，就是一个是 Kapwa， 然后一个是 Bayanihan。然后我其实蛮好奇，因为像这一种在很早期开始去探讨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到底是什么时候，它是如何发展，是不是除了这2个以外，仍然有其他不同的当代性在跟菲律宾内部的这一种发展的潮流在对话，或者是相互冲击、相互讨论的。那对品华老师的话，我其实是想问说，我们当然我相信品华老师也很熟悉，就是高雄当代艺术，在我昨天的介绍里面也有稍微提到，是当年的高雄当代艺术展2的时候，他其实提出了一个所谓黑化的概念，用黑化这个概念来去把高雄的这一种海港的工业城的文化融合进高雄的当代艺术论述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它其实这个论述终究是某一部分的人对于高雄当代艺术应该如何被诠释与建立的方式。那所以像这一种同时期是否有这种高雄当代性的更多细致或未被讨论的面向，是想问品华老师如何发展他的观察他的发展。那对幼伦来讲，我其实是也想要知道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萧丽红老师是竹围的精神人物、精神领袖、关键人物，这样。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谈到竹围工作室，我们想到的社群好像大部分也是一个模糊的萧老师的形象，很难具体的想象在这个社群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样子的人。那所以也想请问的是，如果说社群终究会影响我们对于当代这个空间的当代性的讨论，那在竹围的或者是树莓坑溪的这个例子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社群组成影响了就是竹围这么长期以来对于环境艺术的关怀，跟在这上面所采取的艺术行动？这样，谢谢。那我们请那个品华老师先。谢谢刚才2位讲者很精彩的演讲，然后跟怡君的提问哦。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台湾现当代发展历程里面的一个相对性的脉络啊，就是的确就是透过高雄当代艺术展2所提出的这个黑化的这个观点，它其实呈现了高雄作为一个海港，然后它有非常多跟航运有关的钢铁或者是那个重工业发展这样的一个城市文化的特质，所以黑化其实相对来讲是这样子的一种对于城市产业的一种素描。那事实上这个参与的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是高雄现代化学会的成员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创作团体的脉络之外呢，在理论研究上，其实会拿来跟这个脉络做比较的，其实就刚好是南台湾新风格画会，也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在提到南阿普的时候，成员有重叠的这个南台湾新风格画会，他们是在台南所组成的。那这个画会它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曾经有评论者的比较，就是说好像在黑画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他们常常聚会去讨论艺术的那样的一种场合，常常是这个艺术家会赤裸着上身，然后大口喝酒，然后大口吃肉，然后讨论艺术该如何这样的一种场合。可是相对来讲，南台湾新风格画会他们却呈现着台南作为一个府城文化那种非常文人世家的那种书风门第所带有的那种非常微观的一种绘画观点。那所以以南台湾新风格画会发起人是黄宏德，他的绘画事实上抱歉我今天简报完全忘记放图片，就是他的绘画其实常常以一种非常时间性的方式在描述，以很少的绘画痕迹，然后去传达一种绘画的这种绘画性然后那严鼎生就是南台湾新风格另外一位也非常重要的这个成员，他的创作在90年代的时候是以他家是中医世家，然后所以他在当时的绘画常常用中药作为绘画的材料，然后在绘画里面常常把一种土地感借由那样的一种材质去传达出来。然后所以我们如果用比较从评论的角度来谈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脉络的话，它对于台湾的现当代艺术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说他们都回应了台湾在现代性影响之下，黑画其实是针对产业这样的一个工业化的现代性的历程做出了回应。而南台湾新风格画会他们相对是回到地缘文化，或者说台湾这样的一个汉文化的这个文化传统，然后在整个城市里头还保有着整个400年的历史轨迹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里面，我认为他们的绘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转译。那这个是非常不同的脉络，然后但是也是整个在台湾现代性的经验里面两个很重要的面向，那刚好借由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艺术的取向可以传达出来。谢谢。So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you'd like me to elaborate on Kapwa and Bayanihan, correct?
Okay. I would have never used kapwa and bayanihan in the context of art before. Because these are really, you know, very traditional Filipino concepts, and it seems to be, you know, in clash with contemporary art. But now, you know, now when I think about it, and also my training as, you know, my education, we're very Americanized. So we try to forget these old concepts. But now, you know, I'm into decolonial research and all of that. So I'm trying to dig up these concepts as a way to understand how Filipinos think, you know, and how we do things. So first, kapwa. I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this in English. There's really no direct translation. Is there Filipino here? Hi. So you're the only one who understands me. Yeah, it's, but I know in Latin America they have the same concept. So I don't know if this is a Christian or Catholic thing. But anyway, kapwa means like, we are the same, like you and me, there's nothing that separates us. So, and so that's why, like, we're not individualistic, and, you know, like, and I don't just have one role, like I'm just an artist, you know, but I can be anything. I can be whatever role I want to be. And it's more than empathy, you know. I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it, but anyway. But I feel that this is a way for me to explain how Filipinos approach this multitasking, multi-personality attitude, you know. And then the second is bayanihan. This is still very much present in the Philippines, you know, like everyone comes together. When something happens in times of crisis or whatever, everyone will come together and help one another. Like COVID, this was so present. Everyone was setting up community pantries and soup kitchens and whatever. And this was also my approach to doing the Chabet archive. And when I do the archive, you know, when you have the archive, you just think that it just comes from the artist, right? But in the Philippines, that can't be,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contribute their memory, you know, and their story. So we really have this very communal, collective kind of thinking. And now there is another, she's actually the mother of my friend, and she wrote a book on kapwa, because kapwa is a book, it's a term from psychology, so it's not normally used in terms of art, but she used it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art forms.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lso I'm trying to develop when, you know, doing my PhD. Yeah, so I think this is really very unique to u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Filipinos can easily understand, you know, like it comes very naturally for them to be part of a group. Yeah. 刚刚的问题是对主委来说，那个持续影响他实践的社群，我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怎么看待这些社群？那我觉得对主委工作室来，在他的轨迹上面，我觉得怎么去理解社群呢？我觉得也许更适合把社群当成一个很复数的一个不同的群体，然后这些群体之间是群体的边界是不断的变动，然后彼此之间也会持续不断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态的，而不是说特定社群跟工作室的连接，它怎么样形塑了后续的工作室的一些路径。我觉得比较适合用这样的变动式的
想象去思考社群跟工作室的关系。那当然，如果就树莓坑溪计划来说，在计划本身它的子计划的内涵里面，其实就至少包含了包括都市规划、工作者、那地方的学校，然后当然艺术工作者，然后还有环境或文史相关的一些社群。那这些不同的社群，它其实都也当然累积是工作室的一些脉络，然后当然也在后续不同的一些计划里面都还是持续有在参与当中。那刚刚提到说肖老师作为一个工作室的精神指标，我也想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年2019到2020年，我们在初步开始在梳理工作室的一些历史当中，我们其实除了去回顾工作室做的一些专案，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个尝试，是去梳理人曾经在这里经历过的人。那这个人分成艺术家们，包括曾经在这边做展演或者是进驻的艺术家，还有另外一块，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常常我们在做空间的研究或是档案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历年在工作室里面参与着这个工作室的运作的艺术行政工作者们。那从这个清单，因为工作室跟其他的可能艺术家自营空间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虽然创作初期是一个由3位艺术家去共同创作成立的艺术空间，可是他在过往的运作当中，其实是肖老师带着一些正职或是兼职的艺术行政工作者，去跟合作的艺术家，像马英老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艺术工作者，去形塑他们后面的那些计划。所以反而是行政们，那这些行政们，因为他们很多是兼职，所以他们其实同时都还参与着其他工作室以外的不同的一些实践。可是我觉得这些人其实他共享着某一种很共同的价值，可能对于艺术与社会实践的一些交集的一些信念，或者是对于一个空间或者是一群艺术工作者的集结，它可以跟公共性去产生一些什么样子的关联的一个想象。那我觉得这些行政们，很多我到现在都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们，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被当成另外一个社群，去思考看待。那他们我们在做艺术相关档案的整理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需要被很认真的去提出来去看待，甚至是研究梳理他们跟一个空间的形状发生的关系。先谢谢3位的回答。我们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想要先问问看大家，有没有想问的问题？有吗？好，尚玉，旁边吗？刚刚有一位有举手吗？哦，这里。我想要请问品华老师跟佑伦老师，就是刚才品华老师提到就是北一通南阿普嘛，那我想问的是这两者的美学是否有差异？因为我记得叶淑珍老师也是后来去一通，然后也算是那一个异伙的。那么所谓的南北阿普他们对话是一种冲突性的对话，还是其实他们只是一个位置上的差异？那一样的问题也是想要问佑伦老师，就是刚刚有提到竹围的发展脉络。然后也提到放火，那就是那个肖老师不是说在竹围就是可以放火啊这些的，可是昨天我们也有提到2号公寓也是跟火有关的事情嘛。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想象，就是早期替代空间或者另类空间的想象是这种当代很激进的创作。那为什么竹围可以跟其他替代空间不同？是它到最后竟然发展出树莓坑溪的模样？就是我们好像有点难以想象，例如一通公园，为什么好像在骂一通？但一通公园在做树莓坑溪，为什么是竹围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美学的一种转换，那到底为什么？谢谢提问哦，让我有机会把这个说清楚。
就是北一通、南阿普，其实他们在美学的这个向度上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我们提到就是80年代其实是一个现代艺术，然后后现代艺术同时进到台湾的这个艺术生态里面的一个大乱斗的状态，然后再结合当时非常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跟艺术的运动，然后而90年初就开始有提到当代艺术的这个语词在当时的评论文章里面出现，然后可是到底当代艺术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就会是北一通跟南阿普他们都共同在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怎么从如果80年代台湾是想要借着这个现代艺术从西方受到影响的这个现代艺术跟后现代艺术里面找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的话，那透过当代艺术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在实践的过程。那这两个单位的属性呢，又跟他们的这个空间本身的特质非常有关。也就是说，一通其实在台北的这样的一个有比较多的美术馆跟比较多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它作为一个室内的展场，其实一直，然后它的就是空间的这个性质又是一个非常集结南来北往的艺术家去交流，因为它在它发展的很多个阶段，它是有吧台，然后有一些顶楼的这个他们也会在顶楼举办一些交流活动，这样的一个场域，所以它一直是一个北部艺术家以一种非常闲散的，然后可以自由出入的，然后永远都有不可预期的机遇性会发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交往的一个地方，然后它也就成为当时它在1988年成立，然后开始从刚刚说的那样的一个艺术史的脉络朝向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非常多的艺术实验都在他们的空间中发生，然后所以他们也不预设的在艺术表现媒材上或者是美学的这个向度上，其实他们也没有预设，只是说能不能够给出一种关于艺术的一种新的想象跟可能性，或许就成为他们展出的艺术家在具有实验性的创作里面所表达出来的，然后而他们也成为在北部影响着当代艺术发展非常重要的基地。那同时在从90年代之后，非常多国际的台湾是在1998年开始台北双年展，开始有一些国际的策展人跟这个评论者来到台湾看展览。那一通是除了北美馆、当代馆这样的这个公部门之外，私人机构里面就是最容易让国际的这个策展人跟评论者看到台湾当代艺术家档案的地方，所以一通它占有这样的一个地利之便。那南阿普的成立就相对来讲辛苦非常多，因为在高雄其实我们看那个北美馆跟高美馆的资源就可以知道它落差是很大的，然后在整个城市文化里面，艺术更相对的是一种很小众性的活动，所以它更仰赖艺术家彼此透过画会或者是各种集结方式来形成的这个网络来发展。那南台湾新风格画会或者是南阿普，他们以艺术家的这个网络所构成的这样的一种如果从我角度来看，我认为是一种艺术运动，就是他们其实是在那样的一个相对不容易的大环境里面，他们想要突围，
所以他们所思考的也是，那究竟当代艺术，台湾的当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那以及如果我们以南阿普来说的话，当他又想要透过艺术市场的部分来改造当时的环境的话，那在艺术市场上容易切入的，通常也还是绘画。所以如果我们硬要比较北一通跟南阿普的话，也许就是在艺术的这个形态上稍有不同。那但是呢，在美学的这种思维当代性的这个面向上，其实是一致的。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在当代艺术什么都可以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里面，绘画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就是当代绘画在今天我们看到是百花齐放，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蛮受到装置艺术、录像艺术、新媒体艺术崛起的挑战。所以南阿普或者是南台湾新风格画会，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他们为了绘画的可能性去奋战的一种状态。谢谢。谢谢你的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树莓坑溪行动只能发生在竹围这件事。我自己看会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因素。那当然，其中一个跟创办人本身的一个性格，那他这个性格又形塑了空间的性格有关。我在加入工作室之后，跟肖老师聊天过程当中，才发现，肖老师在60年代因为他在 Berkeley 念书，然后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嬉皮，这样就参与了一个嬉皮运动的，就是一个很野的一个现场，对，然后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经济学者原本，然后他又是香港人，香港媳妇嫁给台湾人，所以他自己，然后后来在比较相对晚的时间去投入了艺术创作，所以以创办人的他自身的状态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对于艺术的边界是什么，然后领域的边界这件事情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然后也对于跨社群的连接这件事情一直是处于一个很包容的状态。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跟地缘上面的因素有一点关系，就是竹围工作室它所在的地方是淡水河口，然后相对低洼的地方。那竹围工作室在过程就是它20几年过程当中一直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常淹水。因为它就是在河水旁边这样子，然后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工作室的团队就要出来开始去抢救他们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清积水什么的。所以它其实本身所在的那个地理位置，那个边陲位置，它同时也是一个环境敏感的一个区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也去影响了工作室它本身对于环境或者是水或流域这件事情的一种敏感度。那再来就是工作室的参与的成员包括行政们或者是曾经合作的一些艺术工作者们，其实大家的背景是蛮跨领域的，就是包含就是社会工作者啊，然后公民科技或者是一些其他艺术跟非艺术领域的人，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也去形塑了一种对于不同领域间合作连接一个很天然的某一种基因，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跟解读。谢谢。我知道我们已经超时了，但是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快速的把最后一个问题问完，然后快速的回答，这样，谢谢。就是我这边也是还很谢谢，就是台上所有的讲者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发表。那我其实特别针对这个场次的这个主题社群这个议题很有兴趣，而且也是从昨天开始就是一直讨论到说独立艺术空间
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社群的生成。那文献库AA 也花了很多心力去整理这些档案，可以看到很多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这些照片或这些档案。但我最好奇是说，作为研究上的一个使用，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有关社群的资料出土的时候，就是包含尼克或者是台上的讲者，我们后续的研究者能怎么样禁用或去研究这一个社群的关系？因为它特别也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展览，这种人际关系究竟要如何去研究？那它是不是也会是一种要抢时间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趁我们还知道照片上还有哪些人，要赶快做口述历史。如果当这些人都走之后，我们又要如何再去做这个社群的研究跟分析？谢谢相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 Ringo 也许最适合回答，因为Ringo 他在帮忙建立这些档案的时候，他其实自己也参与其中，然后再回头来透过这些档案进一步做研究的时候，我想他应该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心得。他如何同时作为档案的建制者、档案的研究者来去思考社群的研究的这个方式。I think because I'm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at I'm researching, it was very easy for me because people trust me. You know, I'm not an outsider, and also I can you know I can empathize with them. I can relate with them. So I think. Because I have multiple roles myself. You know, I'm an artist, I'm a curator, and archivist. So, and for me, those three roles, they're not separate. You know, they kind of inform each other, and they kind of it's part of an extended practice. You know,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number one. Like, especially when archiving or doing research, you know, ethics, research ethics. And it's also, you know, because normally when they talk about archiving, they think of it as records work. But I have to say that it's people's records work. I have to stress there that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not just pieces of paper, you know. So I don't know how to teach that, how to be a better person or how to be more humane when you do your work, you know. But it's very important, and I think that's you know at the heart of my practice. That's what it is. You know, it's very person-centered, it's artist-centered, and that's what actually I'm trying to research now, is how to do artist-centered archiving. It's not for the institutions, but it's for the people, it's for the communities that are involved. The institution is just the caretaker of that material, but more important is the people. And of course now, like, a lot of artists, they don't think about archiving until they're like gonna die. You know, when they reach a certain age, they start to think, oh, I gotta fix my papers, you know. So, and that's also a very tricky moment, very, very sensitive moment, because you're dealing with elderly people, you're dealing with dying people, and that needs a, you know, it's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When I was working with he died when in the middle of archiving, you know. So, and these are the realities of when you're working with people, when you're working with artists. But this is not taught. You know, no one teaches you how to, you know, for an archivist, oh, this is what you do when the artist is gonna die. No one tells me that.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gonna do. I had to deal with things like, oh, he doesn't have a will. Oh, who is the heir? You know, all these concerns that we're not really prepared to do. You know, but we have to. You know, we have to just do it. You know,
And I think as a profession, there's still a lot to be done in terms, to think of archiving as really as personal work, and it's emotional work. It's not just, that's why I was saying it's not just about art, it's about people's live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here. Yeah. 谢谢 Ringo。我最后补充一件事情的，其实，在老实说，It's okay， 岁岁平安。其实在，档案建制过程之中，就发生很多困难了。我们看到照片，但我们不见得能够认得出照片里面的人是谁，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包含了口述历史，然后。那我觉得只要是讲到社群这件事情，它终究还是得回到人身上，就跟刚刚 Ringo 说的一样，它没有办法单纯的透过我们建立的文献去做研究。那这也是我们去做了这么多口述历史之后累积起来的心得。那这也代表它有一定的程度的急迫性，就是你如果要做社群的研究，总还是得就是在艺术家们都还活着的时候去进行这样，然后好像没有更纯粹文件式的方式去进行研究。然后我希望这个有稍微在技术上再回答到你的问题，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单元就是到此结束，再次谢谢大家，谢谢。